剑心所持武士刀名曰逆刃刀迎打，它和一般的刀相反，刀刃朝向自己，刀背朝向敌人。这种刀只能钝打，无法砍杀敌人。如今的剑心不想再杀人了，所以一直用着逆刃刀。宗次郎所持武士刀名曰虎彻，此乃当世的绝顶宝刀，死于该刀之下的武士不下1000人。左至虚晃、旁竹、突刺、袈裟斩。日本剑道有9大基本招式，包括唐竹、袈裟斩、逆袈裟、左至、右至、左切上、右切上、逆风、突刺。这9大式在实战中是最经常用到的。而对于刀和剑的区别，日本武士并不特意区分，他们把刀剑统归为一类，都属于剑道。宗次郎9大式连出4式，可谓打得相当强势。转身足斩、左侧闪、跳闪、滑步折夫。所谓折夫就是单脚跪地的意思。日本剑客通常会以快速的旋转折夫或者滑步折夫来抢占有利身位。唐竹、逆袈裟、摇头前闪，这一个动作把宗次郎的自信猖狂体现得淋漓尽致。逆袈裟、左切上、逆袈裟、右至反击，宗次郎快速回缩闪躲，而后伴随着跳跃步，这引起了剑心的重视。宗次郎被誉为100年难遇的天才剑客，他有2大绝技，缩地和顺天杀，而这单脚弹跳的动作正是缩地的前兆动作。对于宗次郎而言，这种单脚弹跳的动作有助于他在短时间内聚集爆发力，快速提高自己的身法速度。这里宗次郎伸手想要抄剑心的腿，剑心快速收腿并按头阻击，足斩反击，右切上，左至再击，右至再击。剑心的反击也是打非常犀利，但没想到宗次郎瞬间腾跃躲闪剑心的右至攻击后，终于祭出了他的缩地绝技。只见宗次郎贴地而行，身体犹如弹簧一样激射而出，短短1秒连出8刀，速度堪称惊世骇俗。撑肘助力顺势翻身旋闪，右切上，袈裟斩。宗次郎一记跳闪之后，两人同时开始抢占身位，速度竟然一样快，双方同时对砍一刀后拉开了距离。此时剑心内心的惊讶还并未平复，刚刚宗次郎的缩地杀太快太险了。剑心习练的剑术流派乃飞天御剑流，也非常讲究以速制敌，而他刚刚看宗次郎那缩地杀的威力速，绝不比自己的飞天御剑流差。宗次郎同样暗暗心惊，眼前的剑心正是10年前令整个京都都闻风丧胆的杀人魔拔刀斋，即使他如今杀意不在，用的是逆刃刀，自己也依然无法轻松打败他。此时的剑心和宗次郎都相互觉得，无论是剑法还是剑速，他们几乎在伯仲之间，两人都相互默契地决定以拔刀术来分胜负。拔刀术其核心思想便是一击必杀，利用瞬间高速的拔刀攻击对敌人造成出其不意的打击。先看两人的拔刀手势，剑心正手拔刀，宗次郎也本想以正手拔刀，但经过 0.01 秒的犹豫之后，他选择了反手拔刀。正手拔刀术是传统的拔刀方式，右手从上方握住刀柄，他的战斗风格是强调主动进攻。反手拔刀术是非常规的拔刀方式，右手从下方握住刀柄，他的战斗风格是强调防御反击。宗次郎一开始想以正手拔刀主动进攻，但飞天御剑流的拔刀术名震京都，其终极奥义天翔龙闪更是被誉为超神速的拔刀术。宗次郎不确信如今的剑心是否会这一招天翔龙闪，所以他犹豫了 0.01 秒，改为防手拔刀，想要谨慎的打一个防御反击。就是这 0.01 秒的犹豫，导致宗次郎的拔刀速度慢了剑心 0.01 秒。剑心刀刃已全现，宗次郎的刀还未进出，刀一出鞘，两人都敏锐地察觉到双方的这一刀都是虚刀。剑心的刀刃从左侧上方虚砍到右侧下方，宗次郎的刀刃从左侧下方虚挡到右侧上方。两人都明白，关键的一刀在第二刀。剑心挥刀斜砍而上，宗次郎挥刀力劈而下，刀与刀的撞击声破空而出，剑心的逆刃刀竟然被砍断了。看着手中被砍断的逆刃刀，剑心已然一副失魂落魄的状态。这把逆刃刀象征着他不杀的理念，但同时也限制了他的剑法威力。他一直在寻求一种方式，既在不杀死敌人的同时，还能够保护好身边的人。但刀的断裂象征着这一理念在极端情况下受到了挑战。宗次郎看着手中的刀也有点意外，没想到这把刀被砍出了许多缺口，但他此时依然相当自信得意。在剑术技法上，他自知和剑心未分胜负，但在心理状态上，他觉得他已经把剑心打崩溃了，这让他极度舒适。宗次郎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诛剑心的心，显然他达到目的了。宗次郎拿着破损的虎彻刀离开了，而当志志雄看到破损的虎彻时，内心却是震惊无比。没想到10年过去了，没有了杀意的拔刀斋，手持一把可笑的逆刃刀，竟然还把这当世名刀虎彻打成接近报废的状态，这不得不让他猜想和怀疑，
如果剑心用的不是逆刃刀，宗次郎是否能战得胜剑心呢？自己又是否能够战得胜剑心呢？長曽根虎鉄をここまでにするとはな。少し甘く見ていたな。